美股一路狂飙，创下新高。很多人心里只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它还没崩？明明债务高得吓人，通膨还没完全消退，地缘政治也没停火，可市场就是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往上冲。这背后有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推着美股走？有人会说这是散户的狂欢，也有人会认为是科技巨头撑起了市场。但真相比你想的更复杂。先看一个惊人的数字，在2024年底，美国股市总市值已经超过50万亿美元，相当于全球 GDP 的好几成。换句话说，全世界的财富有一大半都被吸进了美股这口大黑洞。那问题来了，一个泡沫能膨胀到这么大，却还没爆裂，到底靠什么？先别急，我们从一个你可能没注意到的细节说起。2023年到2025年，美国财政部疯狂发债，但是2024年一年就新发了超过 4.7 万亿美元国债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么多债券要被市场消化，利率应该会飙高，股市自然会被压下去。可结果呢？标普500不跌反涨，甚至屡屡创新高。这时候你要想到一个关键角色，美国企业的回购潮。苹果、微软、NVIDIA、Google 这些巨头手里握着庞大现金流，他们没有把钱拿去扩厂，反而拼命回购自家股票。单是苹果，过去10年累计回购金额超过6000亿美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管经济好坏，这些公司都在人为制造股价底部。市场稍微一跌，他们就出手买回股票，把价格顶住。于是股市像被套了安全气囊，即使遇到外部冲击，跌幅也被硬生生吃掉。你以为是市场信心，其实是企业用真金白银在撑。但光靠企业回购还不足以解释这股疯狂上涨的力量。真正的谜底还藏在资金池里。想一想，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，每次局势动荡，资金第一时间涌入哪里？美元。紧接着就是美债和美股。就像2024年中东战火升级，原油飙升到每桶100美元，可钱却不是涌去新兴市场，而是直奔纳斯达克。为什么？因为全球投资人相信美股是最后的避风港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，本来该让市场下跌的风险事件，反而成了美股上涨的燃料。资金就像洪水，无处可去，最后全被挤进美国股市这条河道里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岂不是说美股真的无敌？先别急下结论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可能让你背脊发凉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美股的上涨已经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只股票身上，尤其是所谓的7巨头：苹果、微软、Google、NVIDIA、Meta、亚马逊、特斯拉。你知道他们在标普500的占比多少吗？接近 33%。也就是说，指数里每3个美元就有1个是这几家公司撑起来的。这就像一座大楼，本来该几十根柱子分担重量，现在却只剩几根在支撑。问题是，一旦这些巨头业绩不如预期，或者政策风向突变，整栋大楼会不会瞬间倾斜？还记得2022年 Meta 股价暴跌 70% 的场景吗？如果不是隔年靠 AI 叙事救回一命，它可能早就跌出前10名。那你敢保证今天的 NVIDIA、苹果不会重演那一幕？但更惊悚的是，华尔街根本不担心他们跌，因为背后有一个更庞大的力量在暗中推着这台机器往前跑，那就是养老金与被动式资金。美国的 401k 退休账户规模超过8兆美元，加上 ETF 被动指数基金，几乎每个月都有数百亿资金自动流入标普和纳斯达克。这些钱不看基本面，不管新闻，只要你发薪水，他就进来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管企业赚钱与否，
美股都有一个稳定的进水口，股市成了一座永远有人加油的引擎。你可能开始嗅到一丝危险的味道。如果一切上涨都是被动资金与巨头回购在推，那散户所谓的分析和预测还有多少意义？但别急，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的玩家，影响力远超你想象。这个玩家手里掌握的资产超过10兆美元，他的名字你肯定听过，美联储。美联储这3个字你可能已经听到麻木了，可是很多人没意识到，他其实是美股的影子股东。表面上美联储只是在管货币政策，决定利率高低，可实际上他早就用另一种方式把美国股市绑在自己身上。你还记得2020年疫情那一刻吗？美股史上最快崩跌，短短1个月跌去 35%。 结果美联储出手，不止降息，还直接买进公司债，抛出无限量 QE。 那一刻市场彻底明白，只要美联储愿意，美股就死不了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血淋淋的数据。2020年3月到2021年底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4兆美元膨胀到近9兆美元，钱涌进市场，标普500一路狂飙，年年创新高。换句话说，美股已经变成了一种政策资产。可你别以为这只是疫情的特例，事实上，美联储这几年一直在玩一个危险的平衡游戏，嘴上说要控制通膨，行动上却不敢真让股市崩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美股暴跌，美国的养老金、企业融资，甚至消费者信心都会崩盘。那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政治危机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规律，每次美股一出现大幅回调，没过多久，美联储就会暗暗转向。2022年初加息，股市崩，结果到年底利率预期又松动。2023年科技股大跌，不久后市场传出美联储考虑放缓 QT。 就像一根看不见的橡皮筋，股市一旦拉得太低，美联储就被迫往回收。于是美股成了一场政策的豪赌。投资人不是在看企业基本面，而是在猜美联储下一步会眨眼吗？那你可能会问，这样无限循环真的能一直维持吗？答案很残酷，不能。因为美联储的魔法是以债务为燃料。截至2025年，美国国债总额已经突破37兆美元，相当于全美国 GDP 的 130% 以上。光利息支出每年就超过1兆美元，比军费还高。这笔钱从哪来？不是税收，而是靠不断发新债，把旧债滚过去。这就像一个赌徒不断借钱填窟窿，赌桌上看似风光，但一旦没人愿意借给他，美梦就会破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谁在源源不断买下美国国债？答案很意外。过去买美债的主力是外国央行，特别是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，但近几年他们反而在减持。以日本为例，从2022年到2024年，他减持了超过2000亿美元美债。那谁接盘了？美国自己的金融机构、基金，甚至是美联储。这形成一个怪圈，美国政府拼命发债，美联储直接或间接吸收，钱又被挤进市场，美股再创新高。看似一条通顺的水路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循环。美国在用自己的钱制造自己的繁荣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冒出另一个问题，如果一切都是循环，那么有没有可能美股根本不是自由市场，而是一场被设计好的剧本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
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举个例子，你知道在2024年，美股成交量的 70% 以上都是由程式交易和量化基金完成的吗？这些基金不看人性，只看数据。而数据是谁定的？是经济指标，是政策导向，是央行口风。换句话说，美股早就从人心市场变成了算法市场。只要美联储一开口，整个系统就自动调整。所以，当我们问为什么美股没崩，真正的答案可能是，因为它根本不允许自己崩。可是，听到这里，千万别以为可以安心，因为这种人为的繁荣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，那就是风险正在集中化。还记得2008年的雷曼事件吗？当时大家都觉得房地产不会出事，因为有衍生品在分散风险。结果呢？分散反而变成了传染，最后整个系统一起倒下。今天的美股也在走类似的路，被动资金、回购、量化模型，把所有筹码都往少数巨头推。一旦这几根柱子断裂，冲击将远比2008年还可怕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既然危险这么大，为什么美股还能维持在历史高点？原因很现实，因为除了美股，世界上没有更好的选择。看看欧洲，增长疲弱，银行危机阴影一直在。看看新兴市场，货币风险，政治不稳，谁敢把养老金丢进去？最后大家还是绕了一圈，钱又回到美国。这就是最诡异的现实。美股不是因为完美才上涨，而是因为别的地方更糟。听到这里，你心里可能开始打鼓。那是不是意味着，一旦世界出现新的吸金中心，美股就会立刻跌？答案也许比你想的更近，因为有两个力量正在悄悄改变格局。还记得我前面说的吗？美股今天的繁荣，不是因为它真的无懈可击，而是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更烂。可这份优势并非永久。现在有两股暗流正在悄悄涌动，它们随时可能改变资本的流向。第一股力量叫做能源。过去10年，美国靠页岩油技术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，一度实现了能源独立。可问题是，能源独立只是数字上的光鲜，背后隐藏的是极高的开采成本。2024年，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，很多人以为美国笑了，其实相反，美国的高通膨压力更严重。更吊诡的是，每当油价飙升，钱并没有流向产油国，反而流回了美股。为什么？因为资本发现石油市场越来越不稳定，真正能保证资金安全的还是那斯达克里的那几家科技巨头。可这背后埋下一个隐患，一旦能源格局出现新玩家，例如中东国家不再把盈余资金投进美债，而是开始投向别的区域，全球资本的惯性就会被打破。而这种苗头已经出现了。2024年，沙烏地的主权基金大举投资新能源、AI 和半导体，金额超过700亿美元。这是过去少见的动作，石油赚来的钱第一次绕过华尔街，直接流入新兴产业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资金的自动回流美国模式可能出现裂缝。第二股力量则是科技。说到科技，你一定想到 AI。 的确，2023到2025年，美股最大的故事就是 AI 狂潮。NVIDIA 的股价从2022年的120美元一路冲破1000美元，市值一度逼近3兆美元。有人说这是真实的革命，有人说这是一场新的泡沫。真相可能是两者兼具。先说革命， AI 的确改变了全球产业链，从晶片到伺服器，再到应用层，几乎所有行业都被迫 AI 化。微软、Google、亚马逊抢着推 AI 云服务，Meta 拼命烧钱搞元宇宙赚 AI，
就连苹果都要把 AI 嵌进 iPhone。资本看到的是未来几十年的巨大市场，自然把钱一股脑灌进来。可别忘了泡沫的另一面。历史上，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伴随一波泡沫。2000年的互联网，大家疯狂炒作点击率，结果一夕崩盘，纳斯达克腰斩。今天的 AI 也出现类似的现象，一堆根本没有营收的公司，股价却炒到天上。光是美国 AI 相关新创，2024年的融资规模就超过500亿美元，但真正赚钱的不到1%。这是不是很熟悉？就像当年的互联网公司，烧钱、讲故事、抢市占，最后能活下来的可能只有少数。更诡异的是，美股现在几乎成了 AI 单押，没有 AI 题材的公司很难得到市场青睐。就算是传统巨头，也要硬把 AI 2个字挂上去，不然股价就动不了。这会造成一个危险，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。一旦 AI 叙事遇到瓶颈，或者 NVIDIA 的成长故事破裂，整个市场都会受冲击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明年 AI 成长速度放缓，订单没有市场预期那么猛，会发生什么？ NVIDIA 股价一旦大跌，牵动的不只是半导体，还有整个 SP500 的指数表现。因为记住，它一个公司的市值就相当于几个国家的 GDP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能源资金开始分流， AI 泡沫又随时可能被戳破，美股靠什么继续撑？答案或许在散户身上。不要忘了，过去3年美股还有一个现象级力量，散户入场。 Robinhood、Webull 这些平台让交易像玩手游一样方便。在2021年 GameStop 的散户大战华尔街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那不是偶然，而是趋势。根据统计，到2024年，美国散户占美股成交量的比例已经超过 20%， 比10年前几乎翻倍。这些人没有复杂的财报分析，更多是跟风买单，哪里热就冲进去。AI 热潮、特斯拉、比特币概念，哪一个背后没有散户的影子？散户资金像是一把火，点燃市场热情，也让股市波动更剧烈。而华尔街非常聪明，他们懂得利用这种力量，把热点推到极致，再在高点慢慢出货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常常觉得美股像在割韭菜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普通投资人是不是注定被收割？未必，关键在于你能不能看清这场剧。美股上涨不是因为一切完美，而是因为几个力量共同推着它走。企业回购、被动资金、养老金、散户热潮，再加上美联储暗中撑盘，这几股力量就像几条绳子绑住一个巨石，让它不断被拉上山坡。可你要明白，这不是自然生长，而是被人硬推上去的。一旦绳子断裂，巨石会滚得比谁都快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作为普通投资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是继续追涨，还是保持观望？答案不能只看涨跌，而要看风险的集中度。当市场所有人都挤在同一个出口时，你绝不能等到火灾发生再跑。聪明的做法是在大家最兴奋的时候慢慢降低风险，在大家最恐慌的时候反而去寻找机会。说到这里，你会发现美股的未来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条过山车轨道。它可能还会创新高，但每一次拉升背后风险也在堆积。到底是哪一天，哪一根柱子会先倒？如果说前面这些还只是股市背后的推手，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可能引爆危机的火柴。因为你一定在想，这么多力量一起拖住美股，难道它真的不会崩吗？先说第一个火柴，利率拐点。过去2年，美联储拼命加息，基准利率拉到 5% 以上，结果通膨还是顽固。2025年初，市场已经在猜，如果通膨再次抬头，美联储是不是会被迫2次加息？一旦利率继续升，
企业的融资成本立刻飙升，回购会停，科技股估值就像被突然拔掉电源。别忘了 NVIDIA 这样的公司现在本益比动辄40、50倍，完全是市场对未来的赌注。只要折现率一调高，估值就会像冰块一样融化。第二个火柴，地缘风险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中东油价再度飙升，或是亚太出现重大冲突，会发生什么？资金第一时间还是会回流美国，但别忘了，美股已经涨在高点。钱用进来，如果市场信心崩溃，反而可能变成最后一波逃命潮。历史上真正的大崩盘往往不是因为一个原因，而是当多种风险叠加时，投资人一口气踩刹车。第三个火柴，泡沫的自我戳破。当大家都相信 AI 是未来，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回头看看2000年的互联网，所有人都觉得网络会改变世界。结果没错，网络真的改变了世界，但大多数公司死在半路。今天的 AI 也是同样的逻辑，未来一定属于 AI， 但不代表今天炒到天价的股票都能活着走到那个未来。市场会先杀一轮，把最脆弱的淘汰掉，再从废墟中挑选幸存者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普通人该怎么做？很多人喜欢问，现在还能不能进美股？但真正聪明的问题应该是，现在进美股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？股市就像赌场，桌上筹码越来越多，可你要搞清楚，那是你的本金还是别人的故事？最实际的做法是记住3个原则：不要满仓压住热门股。当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时，那艘船最容易翻。分散配置不是老生常谈，而是避免被割喉的唯一防线。看现金流而不是故事。真正能撑过风暴的，不是股价最会讲故事的公司，而是现金流稳定的企业。记住，泡沫里唯一能活下来的是那些能自己造血的公司。别和市场斗快，崩盘从来不会提前告诉你日期。你永远跑不过华尔街的算法，但你可以跑得过自己的贪婪。只要能在别人疯狂时保持冷静，你就已经赢过大多数人。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开头的问题：为什么美股能一路涨到新高，却迟迟不崩？答案其实已经揭晓，因为它是一个被多股力量绑起来的人造繁荣。企业回购、养老金、被动资金、散户热潮、美联储政策，这些力量共同制造了一台庞大的机器。它不是真的坚不可摧，而是有人不允许它倒。可是别忘了，机器再精密，也可能因为一个小齿轮坏掉而停转。就像2008年没人想到房贷衍生品会崩，今天也没人知道是哪一个看似安全的环节会断裂。那么结论是什么？美股不会凭空崩盘，但一旦崩就会极快极狠。对普通投资人来说，这不是恐吓，而是提醒。记住一句话：市场不会在大家准备好的时候崩，它只会在大家最放松的时候给你一记闷棍。今天你看到的是美股的狂欢，但明天也可能是另一场清算的开始。当美股的神话破灭时，全球的钱会流向哪里？是黄金？是能源？还是下一个未知的新兴市场？这或许才是未来10年真正决定财富归属的关键。你认为资金会流向哪里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